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31日下午的13点50分。那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指在昨天的表现啊。那道指呢，昨天出现了一个小幅的震荡，最终收盘是负的0.22%。那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这轮行情依旧处在8戒阴线的势力范围。首先呢，我们看到12月15日这根阴线呢是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出现的同时呢，意味着下跌趋势的开始。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出现了一波周线级别的反弹过程，反弹在高位震荡之后，走出12月15日的这根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戒阴线，然后后面所有的 K 线呢，包括昨天的震荡，都处在8戒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们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预期，这样呢，行情道指在这里可能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基础上，我们看周线级别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和8戒阴线组，那么周线级别上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到达一个下跌通道当中，并且呢，本轮行情我们看到低点28660反弹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反弹之后，有可能出现周线级别下跌，对称性的涨跌呢，会让行情重新回到下跌通道。那如果这个下跌得继续的话，可能会出现2020年2月份的这个急速的对称式的下跌也就是说，美股目前还在一个非常强烈的风险当中。那么在这种风险条件下呢，我们看当前时间的比特币。我们可以把比特币的行情打到年线上来看那年线上今年交了一个非常差的一个成绩一根大阴线顶了出来，那么它的振幅呢是68%。最大的跌幅呢是负的65%。那我们看对比18年的行情，在18年的行情当中最大跌幅是72.97%。所以呢，目前也就是今年2022年，它的跌幅还没有到达18年的行情当中。然后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回来，切换到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底部区域上已经形成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符合江恩等位置波谷定律的4次的等位置波谷。目前4次等位置波谷出现之后，行情容易出现新低，但是这个新低呢，当前时间点还没有出现。我认为如果美股开盘之后出现一个快速的下行动作，那么16000点的这个底部波谷位置很可能会很快跌破。那么这一轮行情我们看到了它的规律性非常强我们换一个 K 线去看那个 K 线我们画的非常详细每一轮行情呢，我们看到上方波峰连线和下方波谷连线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第一轮次的下跌形成了4次等位置波谷第一个轮的波谷呢位于33000点，然后从33000跌到17005之后在19000美金这个位置上形成了日线级别的4次的等位置波谷，然后又打到15500，打到15500之后底部位置再次出现了4次的位于16000点附近的等位置波谷。所以呢，这个4次等位置波谷呢，在本年度的行情当中已经连续出现了2次。那么当前行情在16000点的这4次等位置波谷出现之后，还是有很高概率打下来。那么这轮行情和18年的行情不同之处在哪儿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些18年的行情18年的行情它是做了一个震荡的回补动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回补动作呢是19800美金到5000到6000这个附近19800到6000这个区域上反复的回补之后在底部位置形成平台，最终呢从6000点跌到3300点一个腰斩动作把所有抄底的认为这个6000点是底部位置的人全部埋进去之后，然后行情再重新启动那么它的最大跌幅呢是在85%高点到低点是在高点和低点是在85%。那么本轮行情我们看到了没有出现一个绝对的
底部位置，除了是33000点这块形成了一个平台之后，快速下行，然后阶梯式的走下来所以呢，今年的这轮行情相对于18年的行情，它的走势呢是缓和的给了反弹抄底反弹的人很多机会，最终呢跌到目前点位16500美金附近，但是这个位置还不是最终的一个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起涨位置呢，大概是在10000美金起涨上来之后然后画弧形跌回来的。那么18年的行情呢它起涨的位置大概是在3300美金起涨，然后跌回来。所以呢，我认为起涨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所以呢，10000美金附近我认为会在今年在23年的2月份左右到达为什么说2月份呢？因为我们要根据的是外围市场行情来判断外围市场你要给它一个下跌的时间，我认为2月中旬左右美股会跌到一个相对的底部要把这个加息的这个利空完全释放之后比特币也跟随美股完全将这个风险释放之后才会有一个启动的动作所以呢，当前位置我认为不是低点当然了，如果是现货的话这个位置你可以有一个观察仓做一些观察仓。那么对于空头来说当前时间点还是要积极布局空单。怎样布局呢？我们还是把这个周期调到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在1700美金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空单17000美金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空单因为这个是144均线和169均线形成的一个压力。那么再往上的一个压力呢是大概在17700这个位置呢是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形成的一个压力。那么2万点附近19000美金附近，这是上一轮行情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压力位，这个位置大概率够不到所以呢，如果行情继续下行的话你要在这2个位置上准备一定的空头的仓位因为目前熊市呢还在继续，虽然是年底最后一天了那不可能是23年直接就快速拉升结束这个熊市，我认为这个熊市还没有最终结束但是呢底部很快就会出现这个底部位置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因为他的认知超到这个最终的底部但是呢你如果对于现货来说，现在是可以有一个仓位如果到11000美金以下那是可以进场更多的仓位我相信可以进场2/3以上的仓位然后对于23年的行情，我认为它会有巨大的反弹。那如果到达11000美金开始反弹的话，我认为本轮行情它的反弹目标位我认为是在33000美金这个位置就是怎么跌下来的，它还要怎么涨回去对于底部，我们预期的底部到达它23年的一个波峰的位置，我认为有2.5到3倍的空间所以呢，当前位置确实是现货可以布局一个仓位的位置，但是对于空头来说它还没有跌完，还要耐心等待那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完全没有任何波动因为它的上方压力位是在日线级别144均线这个位置是0.073这个位置压制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周线级别上有一个标志性的阴线，就在9月份这个位置出现叫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后面走出来的是悟空阴线遇到的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那有了悟空阴线之后，后面的行情就有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可能会出现4到6月份的这种平行结构的下跌。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那最近几个交易日呢，我们看以太坊是持续的缓慢的下跌
啊，当前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看到啊，已经是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了，这是一个区域啊，这个范围是非常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10月8日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当前 K 线所有的震荡范围呢都处在8戒阴线的势力范围，这样呢就有日线级别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如果出现日线级别下跌洗筹，势必要跌破1100美金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1100美金跌破之后，我认为对于以太坊来说啊，它的下行速度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啊。如果出现加速呢，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是在260美金啊，就是行情还处在下跌的趋势当中，很可能出现平行于前段时间弧形顶的这种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啊 ，BNB 最近一段时间走了一系列的日线级别的心电图啊，几乎毫无波动啊。我认为这个结构呢，最终一定会被打破啊。我们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呢和18年的比特币是同一个结构啊。18年在6000点啊这个位置上。是同一个结构，这个位置呢是非常容易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生跌破行为，所以呢，我们在底部位置通过连线4.1美金和7美金这两个低点连过来之后，我们看到啊，支撑大概是在75美金啊，所以呢，跌破100美金之后的 BNB 才是我们可以进行抄底的一个位置啊。同时呢，我认为啊，当前是一个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我们有预期对于 BNB 在100美金以下抄底啊，但是你的手头上我认为也是要有一点 BNB 的，为什么呢？因为本轮行情我们看到 BNB 是几乎排名前5的主流币里面它是最强势的，它的最大跌幅呢只有73%，比特币的最大跌幅呢是在77%那以太坊是在80%以上了所以呢。BNB 是这轮行情当中最强势的，并且呢，我们通过观察 BNB 之前的结构可以看到它一直处在一个强势的过程当中，拉升之后震荡，跌破之后一路上涨然后在一个楔形整理之后再缓涨，对称性的缓涨，然后急速上涨，所以对于 BNB 来说结构性的东西非常稳定，即使是快速下跌下来之后，也容易出现一个快速的上拉过程并且呢，我相信目前的这个缓跌结构，在未来会出现一个平行式的对称式的缓涨结构，与之相对应最终呢形成 BNB 在23年、24年的更大的一轮牛市。所以呢，对于现货来说BNB 要有一个仓位那对于 PI 来说这是一个突然上线火币的之前它是在那个 C 叉圈里面然后突然上线火币上线火币之后，目前它是一个期货我认为它是期货，因为没有人可以把那个PI 这个里面的币提过来之后然后去变现，所以呢 PI 在上线火币之后，它仅仅是一个期货，也就是说大家伙都在炒一个空气。对于一个空气来说几乎所有的筹码都在主力庄家手里，主力庄家拥有市场上最多的筹码，那他想定一个什么价格就定一个什么价格他可以用几乎无限的资金去把这个盘面拉得很高，然后让大家伙去接盘。所以呢，我认为虽然 PI 从28美金涨到345美金它有一个巨大的几乎在一天之内10倍的涨幅，但是轻易不要去碰这种因为谁也不知道它会拉到多高，砸得多狠，对这个韭菜有多大的收割对这种币种呢，我认为你不要参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把它分析一下它的主要拉盘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小日线级别的上涨吸筹，在小日线级别上有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然后唐僧阳线小日线级别上涨吸筹，一个4小时级别的连续拉升动作之后，然后盘整之后呢，形成收敛三角形，然后它还可以继续做其他的动作但是我认为对于这种空气币来说风险是非常大的，不建议去碰，只建议去学习观察看就好了，看热闹就好了。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